我是个只会杀人的邪神，守着破庙混吃等死，连乞丐都敢在我神像下撒。雨夜背着最狠心的女人拜，他求荣华富贵，我设法感人，谁料反被他当成神谕，事后我待百人崇拜。可我除了捅人，真的啥福都赐不了。我叫朱，是个神，方圆几百里的神庙里，就是没有信徒供奉我。比起一旁财神庙的金碧辉煌，我的庙真的很不起眼，经常有乞丐扎堆睡在里头。睡就睡吧，走之前还在我的神像底下撒尿。我没香火供奉，神力似有若无，敢怒不敢言。附近的神都笑我，其中姻缘神史家笑得最坏。朱，你看看你，一身尿骚味，难闻死了。石家穿着粉嫩嫩的衣衫，掩着口鼻，一脸嫌弃。你好歹算个神，怎么也不收拾倒腾一下自己？你瞧我刚制的，如何？他提着裙摆转了个圈，得意地看着我。我懒懒地看了一眼，眼皮又垂了下去。粉色娇嫩，你如今几岁了？几百岁高龄的石家情人，骂骂咧咧的。他们都说我穿粉色好看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你凭什么说？他哪里知道，我不是不肯，而是饿得实在没有力气了。石家丢下一句，哼，便走了。一天雨夜，我被一阵哭声吵醒。神明开眼，请为我指一条明路。请为我指一条明路。只想睡觉。我抬起眼皮，看见一身穿着破烂的女人跪在我面前，哭得不能自已。原不想理会，但是那女人实在哭得可怜，终究我还是心软了，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挥，那根支撑着我神像的棍子倒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那女子也是吓了一跳，盯着棍子出神。良久，她拭去满脸的眼泪，朝我恭恭敬敬地拜谢。小女子明白，多谢神明。说罢，她便奔跑着出。不是，她明白什么了？我什么还没说呢。由于没了支撑，我倒在地上，泥塑的身子迸裂成几段。石家再来时，我正拖着一口气修缮我的神像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鬼样子？我没理会，原想着他嘲讽几句就完了。下一秒，石家便撸起粉嘟嘟的袖子，捡起一旁散落的手臂按了上来。石家庄没看到我诧异的神色，自顾自地同我聊天。我同你说，我庙里来了个大人物。见我不讲话，石家努了努嘴。有件奇事，你要不要听？你知道人间那个暴君屁沟上的牙印哪来的吗？前2天他携了个女子来我庙里求姻缘，要同他一生一次心意动。我瞥了他一眼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你不专职干这个的？石家摆摆手，不是这个啦，帝王哎，就像天上那位，天妃多的可以绕天宫10圈。我一听觉得有点意思。那你许了没？石家摇头，红线牵不上啊，真怕他后面砸了我这姻缘庙。我笑他，怕什么？你又不止这一座庙，砸便砸了。石家又恼了，横眉瞪我。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我被他吼得耳朵疼。要是这里被砸了，你咋办？石家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我没听清。你嘀嘀咕咕说啥呢？没啥，快干活啦！修好我的神像时，天都黑了。石家庙里没人，他拉着我去赵财神店里打秋风。赵财神行情一向还不错，这么晚了跪在店内的人数不胜数。我进去看见他在庙里打坐，满身金光神气，给我嫉妒的够呛。我偷摸过去，猛吸了2口，顿感整个人轻飘飘，猛地回过神，一边摸着下巴，一边在赵财神身旁来回端详。我说你这人哪像财神了？赵财神睁开一只眼瞄了我一下，随后在手里变出一个财神帽戴在头上，无视我，继续打坐。石家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若不是同他是竞争对手，我也跪。我嗤笑，你真没出息。石家气得用手戳我，你清高，你跪不跪？跪。神明开眼，信男愿一生吃素，我也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。没想到赵财神猛地睁眼，只见一道金光打向我。寒来暑往，周围的神殿依旧香火不断，只有我捉襟见肘。我嘟噜着，财神打个金光过来，害得我以为我要发财了。不如睡觉。我这一觉睡得很不踏实，耳边一直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吵得我无法入眠。石家，别以为你是我朋友，我便不打你了。我睁开眼，差点被一阵金光，闭眼缓和了一阵，我再睁开，
朝着那金光的源头看去，着实把自己吓了一跳。谁这么好心，给我塑了个金身？我提着金晃晃的衣衫不知所措。石家躲在我庙外偷偷抹眼泪，见被我发现，他跑走。你跑什么？被我拉住，石家揪着帕子呜呜地哭起来。猪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，我替你高兴呢。我转身望着那些正在为我神像塑金身的人，满脸疑惑，他们为何替我塑金身？石家止住哭声，又成了那个大嗓公。我哪里知道去，管他那么多，吃饱饭才要紧。隔壁的神都来看热闹，我这小破庙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。猪，你这走什么运？我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我塑金身。就是，猪，您命真好。哎，猪，你是煮什么的？这么多年我们都还不知道呢。石家将那些人都撵了出去，叉着腰在门口。要你管呢？快，都走都走。我以为那些人只是给我塑个金身，没成想将我连根拔起，用一个大箱子装了进去。装我的马车逐渐走远，石家小跑在后面大喊：猪，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啊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啊？猪。车走了多久，我便睡了多久，直到有人将香皂打，我才又能失误。我已经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殿宇内，比赵财神的那个还要好看。娘娘，都办妥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下去领赏吧。谢娘娘。一个穿着织金云锦宫装的女人朝我款步走来，我只觉得她面熟，像是之前见过。直至她走得再近些，我才认出她是那个雨夜跪在我面前哭泣的女子。她额间贴着金箔，头上戴着赤金钗，与当初见到的她简直判若两人。一双涂着扣丹的手抚过我身上的金片，贴得还算精细，不知道神明是否满意呢？手指游离间，衣袖里浮动的丝丝冷香不停往我鼻子里钻，挺满意的。只是能别摸我了吗？我蹙眉不悦地说道。你是谁？女人像是受到了惊吓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惊恐地往后退了出去。她这是咋了？她不会能看到我吧？女人又走近了些，一双眸子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我不习惯与人靠得太近。又是一声惊叫，女人两眼一翻，在我面前滋了过去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整懵了，没等我反应，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那男人走得步步生风，一步就走到女人面前，一把搂过。爱妃，爱妃！见女人不醒，又向旁边的人怒喝。一群没眼力见的奴才，还不传太医。不多时，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拎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，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。没等他站稳，便被男人一脚踹进了内室。娘娘脉象凌乱，像是受了惊吓。男子面色不悦，将整个殿内的工人都叫了进来。今日是谁伺候？回皇上。是奴才。哦，他就是皇上。石家说的那个祈求生生世世的那个，长得他是皇上。我伸着脖子看戏，一个面白无须的男人跪在地上，不住的颤抖。谁惊扰了娘娘？奴才不知。说罢，便被一脚踹翻在地，顾不得疼痛，慌忙跪好，不停的磕头。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！杀了！被称皇上的男人冷漠开口。我双眼一亮，哟，来活了！这好几百年没开张，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液都在奔腾。我正摩拳擦掌，床榻上的女人醒了。皇上，臣妾无碍，别为了臣妾枉杀无辜。皇上心疼的抱着刚刚苏醒的女人，嗓音温柔的要滴出水来。朕都听爱妃的。好，活没了。我就看着那两人你侬我侬，皇帝正欲低头窃香，女人娇笑着躲开了。皇上，臣妾今日不是，怕是不能伺候皇上了。无碍，朕待在你身边便觉得欢喜。女人揪着丝绸被褥，一脸愁容。皇上喜爱臣妾，臣妾都知道，只是太后一向不喜臣妾与皇上过于亲近，要是太后知道，臣妾又要被她训了。上次罚臣妾抄女戒，手都酸了，皇上只得叮嘱她好生休息，便离开了。偌大的殿内只剩她一人，还有个我，你看够了吗？女人披了件天青色衫子，从床榻间下来，竟直直走向我。什么？她看得见我？我还正不知所措，她倒是坦然接受了，自顾自坐着倒了杯茶水，也给我倒了一杯。你能看见我？看得见，好像只有我一人能看见。女人将茶水递到我面前，我下意识接住。你是谁？你带回来的那尊神像是我的本体。闻言，女人失态的将满口茶水喷出，我没来得及躲，那茶水浇了我一脸。她吓坏了，腿一软跪在我面前。神明大人，我不是有意的，请别责罚我。我闭眼，心里默念，罢了，想想他为你塑的金身。女人名叫季兰慈，是大周国皇帝的妃子。那日拜我就是个意外。她说雨太大，别的庙里人都多，她怕排队，就到我的庙里没人。虽然她是实话实说，但我不要面子嘛。还好神明听我诉求，为我指了一条明路。季兰慈一张脸神采奕奕，那根棍子啊，都说神谕晦涩难懂，
你真是个好神。说到这根棍子，它不是普通的棍子，那是石家同文曲星打了一架抢回来的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它值。没有人能拒绝一根笔直的木棍，即便是石家那只花孔雀。棍子指着北方，北方就是大周皇宫。我是依照神明的指引才入了宫，当然也谨记神明的恩泽。我摇头，季兰慈笑僵在脸上，小心翼翼地问：难道我会错意了？上北下南，你怎么不往南走？我倒没想那么多。季兰慈一心以为他有今天，是因为我赐下的神谕，便给我塑了金身，带回了宫里。我觉得受之有愧，便问他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心愿，最好是杀个人什么的。季兰慈闻言，眼前一亮，虔诚地对着我行了个大礼。神明开眼，信女愿一生吃素，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。他还真有，但是对我来说有点超纲。荣华富贵要去拜赵财神，拜我没用，我是个邪神，只会杀人，别的一概不会呀。我有预感，明天我就会被拔了这一身的金片，回到我那漏风的小破庙里头。好在季兰慈人美心善，他没有要撵我走的意思，而是把我带到了宫里的宝华殿，这世间香火最鼎盛的地方。宝华殿密密麻麻的佛像里混进去一个我，有些不伦不类。我站在一群老佛中间，有些局促，这不会被发现吗？季兰慈狡黠一笑，皇上忙着求仙问道，早不来宝华殿了，这里香火旺盛，大人安心。好在老佛们积年累月的睡着，那些过剩的香火全进了我的肚子里。每日我的神龛上都摆着新鲜的供果，季兰慈每日为我烧3次香，选的还是最优质的香烛，这待遇颇受世人追捧的赵财神也不曾拥有过。季兰慈他是个好人，季兰慈每日雷打不动的替我上3炷香，摆最新鲜的供果，我还什么都没为他做，心里十分过意不去。于是我准备采取措施。我从来不是个眼里没活的人，所以在贵妃推了季兰慈落水后，我也将她推了进去。奴才丫鬟可都看着，季兰慈落水后，贵妃不知道怎么脚下一滑，就跟着跌了下去。也怪她命不好，明明堪堪到膝盖的水，将她淹死了。我自认为季兰慈出了口恶气，没想到皇帝竟然将她关进冷宫了，理由是贵妃的一条命总要有人来背，否则无法同贵妃老爹交代。天杀的，不是贵妃先动的手吗？说好的一生一世心意等，就这。季兰慈去冷宫前，还把我的神像带了过去。大人，真是对不住，连累你跟着我吃苦。我没敢告诉季兰慈，贵妃是我推下去的，我怕她把我敲碎了。这才哪到哪，我之前过得远比现在苦多了。原本我是想宽慰季兰慈，但她听到我这样说，脸上的愧意愈发明显。大人，你别怕，我即便在冷宫，也会让你体体面面。季兰慈还真的说到做到，她将随身携带的包袱展开，里面全是些金银细软。我问季兰慈，你什么时候收拾的这些？我入宫的第一天，皇帝赏的东西我都留着，早就知道他靠不住，君恩如流水，今日有，明日无。我还没有蠢到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男人，我又不要他的心，给我钱就行。见我神情呆滞，季兰慈狡黠的笑着，人总要给自己留后路，我爹之前就是这样教导我的。季兰慈说到他爹，眼里满是崇拜。他说这个世上眼光最长远的就是他那个满身铜臭味，爱吹牛的爹。我有些意外，第一次见季兰慈，他一身素衣，在雨夜向我求助。那你怎么会来庙里求大人救我吗？我家遭了难，我爹还有兄长都死了，身怀6甲的嫂嫂也死了，腹中未出生的孩子还被尖刀挑了出来，只为看看是男是女，杀了我的家人，劫了我家所有的钱，还将宅子付之一炬，用走水掩盖屠杀的事实。说到这里，季兰慈脸上没了以往的笑意，只有恨，浓浓的恨。那些人做得很隐蔽，看起来查无可查，但总会有蛛丝马迹。我倚着冷宫一碰就掉灰的墙面，看着季兰慈，可我爹拼尽全力护住了我一个，他希望我好好活着。倘若你要报仇，我会助你。季兰慈看着我向他伸出的手，良久搭了上去。大人慈悲，我不是第一次对一个凡人起怜悯之心，我曾经在这上面栽了很大一个跟头，但我还是决定要帮季兰慈一把，冲着他为我供奉的香火。这么久了，还不知道大人是何方神明。我抬眼站起身来，看着我这唯一的信徒。我是猪。季兰慈想笑，但不敢。大人说真的，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我犯不着去诓骗人吧？当然，我是猪啊。见季兰慈还是一副想信但不敢信的样子，我有些急了。你没听过也很正常，但我这名字几百年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想在沙场建功立业、封侯拜相的人都得来拜一拜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太平盛世，便不需要我了，自然就被世人忘却。后来便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。季兰慈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。大人的名字是哪个字？我一眼看去，他将他能想到的字都写了一遍，却没有一个是对的。这个吧，猪好啊。古诗中说朱门酒肉臭，加个言字旁。季兰慈剩下的话全数咽进肚子里，讪笑道：原来大人就是猪。我挑眉，你听说过？季兰慈，刚听说的。季兰慈真的是个很顽强的女子，即使身处冷宫无人问津，但也活得风生水起，也没怠慢我半分。每日我都能吃到新鲜的香烛，这多亏了季兰慈花银子打通关系给我买来。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？
其实我也不用吃这么贵的。季兰慈不这样认为，大人是我请回来的，自然不会亏了你。大人放心，有我在的一天，我就要让你吃最贵最好的。他一番话说的我很是感动，我以为他有后招，后面那些带过来的金银越来越少，逐渐见底了。我才知道季兰慈啥也没有，只是跟他那个爹一样爱吹牛。我很慌，但季兰慈没有，他还将唯一一块金子给了冷宫门口的侍卫。我不解，给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季兰慈没过多解释，只跟我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也是你爹教你的。是，随他去吧，他有他的节奏。我同季兰慈过起了捉襟见肘的困难日子。我还好，但季兰慈显然不是，他肉体凡胎，饿了几日便面如菜色。我开始在冷宫里搜罗一切能吃的东西，终于在墙根发现几颗颜色鲜亮的蘑菇。以前我也不是没见过穷苦人家过日子，他们说蘑菇入汤鲜美无比，我一样画葫芦做了一道蘑菇汤给季兰慈。他虽没甚力气言语，但眼底的感激是骗不了人的。季兰慈嘴唇干涸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我出言打断，我们之间不说这些。我让他赶紧躺着休息，你请回来的神可不是只会吃香火的。半夜，季兰慈突然说起胡话来了，一双手臂不住的在空中挥舞，好多金子，哈哈，都是我的，嘿嘿嘿。金子？哪里有金子？1块、2块、3块，都是我一个人的。季兰慈在空气里抓着什么，然后小心翼翼的放进被子里。正当他掀开被子时，又大叫一声，我的金子怎么变烂泥了？他是中邪了，还是发疯了？何方邪祟，敢在我面前兴风作浪？这个地方不干净。季兰慈状若疯癫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，还伸手向我抓来。金子一定是邪祟。我一掌拍在季兰慈的脑门，只见他瞪大了眼，眼底满是不可置信，随即倒在床榻上，看着他安静的睡颜，我才舒一口气。看来邪祟已经离开了季兰慈的身体。我在他床头守了一夜。翌日傍晚，季兰慈才悠悠转醒。我觉得这一觉睡了好久。我不置可否，你是睡了好久，不过这不怨你，都怪那可恶的邪灵。邪灵？季兰慈面露疑惑，显然不记得昨晚他被邪灵附身的事。我将昨晚的事一五一十的讲给他听，重点描述了我是如何英勇斩杀邪祟，又是如何重情重义守了他一夜。季兰慈十分感激，直言等他一朝翻身，定为我修50座庙宇。我端着汤碗往他面前一搁，先吃点东西。谢大人。季兰慈笑着端起碗准备一饮而尽时，看到了沉在碗底的蘑菇。这是什么？他将那蘑菇用手捏起，递到我面前。蘑菇啊，你不认得？季兰慈倒吸一口凉气，认得，只是哪里来的？我冲墙根处努嘴，那儿还有很多，我打算今晚再做给你尝尝。季兰慈嘴角抽搐的将碗放下，捂着心口，似乎听到了什么很可怕的话。大人，我现在想想，觉得我的命真硬，可不是吗？幸亏你碰到我了，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季兰慈似笑非笑，看了我好久，才吐出一句，大人说的对。有人偷偷从门缝里塞了封信进来，我细细瞧了，正是那个收季兰慈金子的侍卫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季兰慈将信打开，手都在颤抖。我说了，验过留痕，只要做了，就一定有蛛丝马迹。信里写了一处地址，看名字像是个当铺，还有一块手绢。我看了一眼那手绢，绣花精美，料子也不错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。所以季兰慈抱着他大哭时，我很费解，一块帕子而已，为何哭成这样？这是我嫂嫂绣的，我认得，难怪了。接下来怎么做？季兰慈将那块手绢紧紧攥在手心里，眼神也变了。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这2笔账要一起算。季兰慈比我想的要疯些，他一把火烧了冷宫，冲天的火光映红了皇城一小片天。巨星楼上，国师夜观天象，皇上，您瞧，西南角红霞遍布，此乃祥瑞。皇帝睁眼，果然看见那边天红艳艳的，心情愉悦。国师有功，上。国师还没来得及谢恩，太监就冲进来禀报说冷宫走水了。皇上倏地起身，冷宫现在是何人住着？太监跪地，是兰妃。皇上神色悲痛，小太监问要不要去看看时，他却摇头，不中用，不中用。一旁的国师瑟瑟发抖，你敢诓骗朕？皇上息怒。我带着季兰慈回了我的小破庙。石家见我带回来一个女子，也是很震惊。你可知她是谁？谁？我职业生涯的滑铁卢，这么久了，他还在惦记当时牵不上季兰慈的红线。季兰慈看不见石家，但见我一直同某处说话，便问是何方神明。快告诉他，我是掌管姻缘的神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对季兰慈道，不是什么很重要的神。石家做事要打我，想必是大人的好友。他向着石家那处拜了拜，并说要为石家修50座神庙，日日供奉香火。石家闻言傻了，拉着我的手道，珠儿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你快掐一掐我。我贴着石家耳边悄声说，他吹牛的，别信。季兰慈拉着我商量他的复仇大计，我先然后再，最后大人觉得可行吗？我掏了掏耳朵，困得不行，将他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册子关上，太麻烦了。我一刀的事，神不是都受人敬仰，还能杀人？季兰慈不懂，那时神没地位，只是人最锋利的武器而已。神有很多种，
我是最厉害的那种。季兰慈眼神看了看四周，最后又落在我身上，看起来不像，不拿出点真本事，还以为我只会吃。我将季兰慈的小册子一把拿过，见上面写满了这几日搜寻而来的信息。就他，选个死法。季兰慈头不住的摇，我不杀他，杀了他线索就断了。懂了，要活口。我再记了一眼名字，行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我像第六小鸡崽子似的将杜继生绑回了破庙。见杜继生两眼翻白，季兰慈忙问我，他怎么了？晕过去了？可不是，莫名其妙飞到天上去了，不晕才怪。季兰慈一桶水将他泼醒。杜继生醒了，倏地想到刚才的事，吓得头也不敢抬，不停地告饶，神仙别杀我，神仙别杀我，我没做什么错事啊。抬起头来，杜继生吓得心慌，但还是颤颤巍巍地抬头，看到季兰慈，又吓得低了下去。季兰慈没有跟他废话，将一条手绢递到杜继生眼前，这个你可认得？杜继生看了一眼，像是被什么刺到了一般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撒谎！我踹了他一脚，杜继生吓得屁滚尿流。季兰慈阴恻恻地恐吓道：“你再不说，身后的厉鬼就会拧断你的脖子。”杜继生一个机灵，顿感脖子凉凉。我说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吓得着实不轻。是之前有人拿到我铺子里典当的。季兰慈神色一凛，何人？杜继生支支吾吾。我将手放在他的脖梗处，微微用力，他脸色突然紫胀起来。我说，是王将军他拿过来的，只有这帕子，还有瓷器、摆件、玉石之类的，我都放在店里的。神仙，我都说了，可以放我走吗？季兰慈凑近他耳边，今夜之事，若敢泄露。杜继生慌忙摇头，不敢的，不敢的。我又将杜继生提溜了回去，见他慌忙从地上爬起，拿过纸笔要写着什么时，我抽出剑斩断了他的手。啊！杜继生拖着断手不住的哀嚎，只出一声。下一秒，我用锋利的长剑削断了他的脖子。季兰慈心软，可我不一样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是最听话的。季兰慈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，我说不听话的人总是要吃点苦头。他没多问，只一门心思扑到那个王将军身上。他是什么人？季兰慈道：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在宫里时便听说过他，名为皇城护卫，其实就是皇帝的鹰爪，干了不少阉渣事。我去杀了他。我提着剑欲要转身，季兰慈手疾眼快，大人冲动，问清楚缘由后再杀也不迟。王参爱美色，每日都回去抱月楼。那抱月楼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一个销金窟，大周第一等纸醉金迷的地方。季兰慈非要跟着我一起去，但是他身无分文，连门都进不去，无奈将魔爪伸向了石家神龛上的功德箱。石家着急的不行，猪，人是你带回来的，你管一管啊！我不以为意，反提醒石家，想一想你的武士做神庙，你不是说他吹牛的？我乱说的。石家在身后抓狂，我跟着季兰慈身后进了抱月楼，丝竹乱耳。季兰慈选了一处位置极好的雅座，将一楼的情景尽收眼底。夜幕降临，九楼的灯火全数亮起，走廊处传出一阵阵莺啼燕语，甜腻的脂粉香气勾得人心神荡漾。王大人来了，里面请。姑娘们好生招呼着。来了。我细细观察过了，那王参长得五大三粗，但腰间的荷包鼓鼓的，很是有钱，就是他了。可别叫他死了。我有话问。我点点头，你瞧好吧。王参左拥右抱，快乐的紧。我将一只无色无味的丸子丢在了他的杯中，他丝毫未察觉，借着美人的手将那酒一饮而尽。哎呦！王参突然神情痛苦地捂着肚子，里面正翻江倒海，搅得他冷汗津津。大人怎么了？无碍，兴许是最近荤腥油腻吃多了。茅厕在何处？见王参步履匆匆地进了一间小屋，我与坐在高台上的季兰慈对视一眼。季兰慈会意，遂跟了过来。你给他喂了什么？南疆的一种蛊虫，吃下会怎样？我双手一摊，我也不知道，且看看吧。我和季兰慈一路跟着王参回了他家里。王参家极其奢侈，堪比皇宫，以他一个将军的俸禄，根本做不成这样。季兰慈伸手抚过一道绣着仕女图的屏风，眼中满是凄楚神色。这也是你家里的？季兰慈将这屋子走了个遍，满满的都是王参从季家掠走的物品。别看了，正事要紧。我和季兰慈显出身形，出言将王参吓了半死。你是谁？王参看不到我，只看得到带着蜜梨的季兰慈。我是来向你索命的。王参啐了一口，咧嘴笑了。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小小女娘，说话口气倒挺大。我听着刺耳，冲他腿弯处踢了一脚。王参身形不稳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。哟，王大人浑身上下硬的只有这张嘴了吧？妖女，你使了什么手段？季兰慈不答反问道。季家的事是你做的。王参狐疑地看了我几眼，倏地笑开了。我说呢，原来是来报仇的。他从地上站起，几步走到季兰慈面前，伸手捏住了季兰慈的下巴。我以为季家人都死绝了，没想到还漏了你。怎么想为你那死去的家人报仇？王参丝毫不掩饰眼底阴邪的光。季家那么多人，我都杀了，也不差你一个。不过他眼神放在季兰慈修长的脖子处，舔了舔唇。季兰慈丝毫不惧地迎上王参的目光，冷冷起唇，动手。
我立刻催动王参体内的蛊虫。王参不明所以，以为季兰慈是被吓住了，突然感觉腹中剧痛无比。他拨开衣服，眼睁睁看着肚皮一点一点鼓了起来，上面遍布紫黑色青筋，看着非常可怖。这是……王参慌了神，忙松开对季兰慈的禁锢，颤抖着双手按着越来越大的肚子。妖女，是不是你？季兰慈看着他鼓起的肚子，笑了。王大人这肚子看着像要生了。王参面色苍白，冷汗津津，站都快站不住了。刀呢？刀在哪里？他想挣扎着去找刀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来助你，顺便看看王大人腹中胎儿是男是女。听季兰慈如此说，我幻化出长剑，凌厉的剑气一闪，王参肚子上豁开一个好大的口子，一只体型壮硕的虫子正在一点一点啃食他腹中脏器。我嫂嫂腹中之子，可看清楚是男是女了。王参疼得头脑发懵，只有出的气了，但嘴依旧很硬，不过是个没用的女儿，生下来又怎样？季兰慈刚要发作，就听见门被推开，一个约莫4、5岁的孩童走了进来，脆生生叫了一声爹。王大人命好，生了个儿子，难怪看不上女儿。王参见儿子进来，这才慌了。妖女，你敢动我儿子？季兰慈心知这孩子是王参的软肋，便将那孩子扣在自己身边。我有几句话想问大人，若大人不肯说实话，我这手就要不听使唤划花这孩子的小脸。baby， 他还是个孩子。季兰慈咬牙，眸中跳动着怒火。要说 baby 可比不上王大人，你说不说？我耐心不多。王参始终昂起的头垂下，将背后的实情托出。不是我要杀季家，是那位下的令。谁？还能有谁？当今皇上啊！季兰慈沉道。为何？我家何时有过得罪，竟遭此灭顶之灾？王参呼吸沉重，每一次吐气都要缓很久。国库空虚，百姓身上压榨不出油水了。偏你季家家财万贯，再多的钱也只能是皇上的。只是如此，我也是奉旨办事。你知道宫里那聚星楼是怎么建成的吗？王参咳嗽几声，牵扯到了腹部的伤口，疼得他面容扭曲，说。季兰慈满脸泪痕，手紧紧握成拳，胸口不断起伏，那团火已经烧得他眼睛通红。那聚星楼便是用你家的钱建造的呀！哈哈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季兰慈抄起一旁桌子上的小刀，一刀一刀扎在王参身上，扎了10数个血窟窿，不断往外涓涓淌血。那孩童被眼前一幕吓得发不出声，只得怪叫着要去拉扯季兰慈。智儿，快走，快走！王参艰难地叫着孩子的名字，却让季兰慈回神了。他看着沾满血迹的双手，又哭又笑。啊！王志不停捶打季兰慈，季兰慈俯下身，捏了捏小男孩的脸蛋，笑了。你这孩子，倒总让我想起姨娘生的弟弟，他比你还小呢，话还不会说。我看着眼前这稚童，要杀吗？季兰慈点头。不然呢？留着他10几年后寻我复仇，别让我看见。王参死了，我将他腹中的蛊虫收回，跟着季兰慈往外走去。我为我父兄报仇了又如何？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要我的父兄啊！回到庙里，石家正在收拾包袱。怎么了？要变天了，大家都预计去躲起来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我不解，便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太平盛世要结束了，天下大乱了。天下大乱这个词实在是太熟悉了。猪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石家挎着他的小包袱问我。我看了一眼哭得昏睡过去的季兰慈，心里有了主意。我不跑了，我的事情还没办完。石家瞪大了眼，就为了他，他不过是个凡人，你这般在意做什么？不是在意，是承诺。我说了要帮他的，见劝不动我。石家一咬牙一跺脚，轴，我也不管你了。说完便跟着赵财神他们走了。我正欲转身，石家又跑了回来。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你千万小心啊！等时局平息，我们还在这里见面。石家说的不错，这天下真的是乱了。皇上修的聚星楼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很快宫里这把火烧到了宫外。皇帝的亲叔叔镇南王反了，大军一路北上，直指皇城，乱世显了模样。季兰慈决定进宫去了。我看着他不停地在镜子前捯饬自己，将好一张脸上弄出个大痦子。怎么样？还能怎样？难道让我夸你好看吗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大人请说。我吃饭时不要站在我面前。季兰慈改头换面混进才买来的女子中间进了宫，原本是不收她的，季兰慈还给了点银子，才勉强进了去。新进的才女都住一间屋子里，每太监来选人时，都卯足了劲儿想入了眼，得个面圣的机会。后来他们发现那些被选中的人都没再回来时，开始慌了。太监再来时，都说病了，只有季兰慈坐在那儿安安静静。就是你了。太监选了季兰慈，将她带到养心殿门口时，将一顶帷帽递给了她，一会儿面圣的时候戴上，免得将皇上吓到。季兰慈低眉顺眼的说了句谢公公提点。养心殿内烟雾缭绕，皇帝毫无仪态的躺在榻上，一副了无生气的模样。你就是今天的药引。季兰慈心生一窦，药引？什么药引？我静静的站在季兰慈身边，手里握着我的剑，只等季兰慈一个眼神，我就冲上去杀了这九五之尊，急不可待啊，急不可待。朕问你话，为何不答呀？民女该死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吃力的从榻上直起身子，
向季兰慈抬手，示意他走近些。季兰慈跪着挪动到榻前，皂纱遮住了他充满仇恨的双眼。带着这个做什么？民女相貌丑陋，怕吓着皇上。皇上不以为意，朕让你先开。是。季兰慈掀开轻纱，露出那张易容过后的脸时，皇上着实被吓了一跳。大胆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妖怪？给朕滚，滚得远远的！民女无意冒犯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大怒，嚷嚷着朕要诛你九族。季兰慈冷笑，民女一家都死绝了，就剩我一个，怕是让皇上失望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季兰慈一把扯掉脸上的假面，露出那张曾让皇上十分宠爱的脸。你！皇上被吓得不轻，气血翻涌，呕出一口血来，然后直愣愣地倒在床榻上。我这张脸杀伤力这么大吗？季兰慈看着晕倒在床上还时不时抽搐一下的皇帝，撇了撇嘴角。我看了看皇帝，又看一眼季兰慈，他不会以为你是鬼吧？皇上一直未醒，我同季兰慈蹲在床榻边，讨论起杀和不杀这个话题。趁他病，要他命，我建议现在就动手。季兰慈持反对意见，不可，我要让他死个明白，不能这样便宜了他。你一言我一语，谁也不同意谁。大人，你别同我争了，难不成还怕他清醒时你杀不了他？激将法，可惜了，我不吃这套。这样吧，我将他杀了，让他亲自到九泉之下向你家人赔罪。季兰慈一副我是不聪明，但你也别把我当傻子的表情。我正同季兰慈为着皇帝生或死的争论不休，丝毫没注意到皇上已经缓缓睁开眼睛。来人，来人！季兰慈夹着嗓子应着，皇上有何吩咐？扶朕起来。皇上借着季兰慈的搀扶坐了起来，正大口喘气。朕做了个噩梦，朕梦见兰妃了。那不是梦，是真的。说完，季兰慈抬头，笑脸盈盈地看着皇帝。你看臣妾和梦里有分别吗？鬼，有鬼！来人，来人！皇上瘫软在地，一边往后爬，一边叫着。哪有什么人啊？那些人早被我处理干净了，吵死了！我一脚踹在皇帝身上，力道大的，让他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轱辘。皇帝害怕的颤抖说：鬼，有鬼！他看不见我，更害怕了。我手中的剑铃铃作响，等不及要尝尝这人间帝王的血。我可不是鬼，但是你马上就要变成鬼。季兰慈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昔日高高在上的帝王，嘴角勾起，眼底却只有冰凉的恨意。兰妃，你放肆！兰妃已经死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季家的女儿季兰慈。皇上可别记错了，不然到了阴曹地府，连自己为什么死都不知道。皇上瑟瑟发抖，眼里满是惊恐。季家？哪个季家？朕不知道，朕不知道。皇上醉心修仙，自然不会将这些小事放在心上，可我却日日都不敢忘。若我早点知晓是你做的，当初在宫里我就该杀了你。你敢？季兰慈一步一步逼近，皇上还想躲，被季兰慈踩在脚下。我帮你回忆回忆，这修聚星楼的银子是哪里来的？皇上瑟缩着，不敢回答。那是季家钱庄的，你可记起来了？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你皇叔的大军兵临城下，你怎么不跑？皇上笑得癫狂，朕为何要跑？朕是天子，是人皇，朕马上就要位列仙班了。我在旁听着，实在是忍不了了，磨磨唧唧，真是磨磨唧唧。你行不行？不行我来。季兰慈狐疑地看着我，略微思索。大人，你很不对劲，跟他有仇的是我，你为什么这么急？来不及解释了，等我杀了他，一切就明了。说罢，我提剑刺进皇上的胸口，风神重开，我闭眼迎接着属于我的光辉时刻。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季兰慈关切地看着我。大人，你刚才是发疯了吗？你在和谁说话？你是不是妖？是不是妖？这不对劲，难道是我方式不对？我显形出来。皇帝看着他面前又多出个人，吓得又要昏厥。我提剑向皇帝刺去，那剑没入皇帝身体，皇帝吓得闭眼，但并未感觉到疼痛。朕成仙了，朕成仙了！大人，季兰慈眉头微蹙，似乎对我刚才的行为十分不解。为什么我杀不了他？我该如何开启封神榜？季兰慈更疑惑了，他怀疑自己幻听了似的，还将身体凑近了些。大人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年武王伐纣，我跟着姜尚也是出力不少，后面那些为他卖命的神和人都上了封神榜，殷寿那个暴君都能被封作天喜星，只有我被遗忘。我看着那些上了封神榜的神香火旺盛，只有我守着那一隅破庙苟延残喘。他说我配不上封神榜，胡说！我瘫坐在地上，连剑都不想拿起。季兰慈眼神凉薄地看着已经吓得说不出话的皇帝，一边对我说道：大人，劳烦地把匕首给我。闻言，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我将地上的长剑放在季兰慈手里。季兰慈，我说，顺手帮我个忙，我开不了封神榜，或许可以借你的力。行，大人你瞧好吧。皇帝脸上早已没了惧怕的神情。你们杀不了我，朕已经位列仙班，朕现在是不死之身。啰嗦！季兰慈手起刀落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皇帝瞪大了眼，不甘的死去。城外马蹄声像催命的鼓点，一代帝王的气数走向完结。季兰慈大仇得报，我也即将迎来神圣的光辉时刻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邪神，
但不知会为我封了什么号，挺期待。大人，走吗？耳边传来季兰慈催促的声音，我倏地睁开眼，还是养心殿，还是我和季兰慈二人。地上的皇帝死不瞑目，我为什么开不了封神榜？这不公平！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原以为杀了这皇帝就能重开封神榜，没想到失败了。大人，那个对你很重要吗？季兰慈小声问道。当然，我也是出力了的，为何我上不去？不行，再让我捅他一次。季兰慈制止了我要再去捅皇帝一刀的想法。我们得走了。大人，虽然我不知道封神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我知道眼下不走，就怕走不了了。镇南王踩着死透了的皇帝尸体登基称帝，该年号为天寿，曰天寿命于汝，必将励精图治。季兰慈扛着2大包袱，不知道从哪里搜刮出来的金银财宝，同我一起回了破庙。我还是想不通，倚靠在门上黯然神伤。大人，你说我将这红宝镶嵌在你的剑柄上如何？季兰慈拿着一颗鸽子蛋大小的红石头，不停地比划。我蹙眉，封神榜要怎么开？这2颗黑曜石就嵌在眼珠上，我瞧了，是2颗黑乎乎的石头，不算好看。你说那个榜现在是不是改名了？这条玉带不错，做大人的腰带正好。季兰慈用手笔画着一条白玉带子，不住的点头。我用手支着下巴，不应该呀。石家回来时，我正坐在纯金的门槛上发呆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猪，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，可不要抛弃糟糠之友。原是我不配，封神榜人人都能上，偏我不能。神什么？我仰头看天，上不了封神榜，我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这一生……石家抬手在我头上暴扣，金冠刺痛了他的手。石家龇牙咧嘴的揉着手心，痛心疾首道：你不跟我们走，就为了上那劳什子榜？你以为那玩意儿有多好？每日晨昏定省，就那么点香火钱，还要缴纳给上头。说罢，他又指着季兰慈：你这多好，有人日日为你供香。我还是怔怔的坐在原地，封神榜没有我的名字。石家崩溃：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封神榜没你，但日后财富榜必有你一席之地。季兰慈说到做到，果真为我建了50座庙，每座庙都建得华贵非常，把周围的神奇羡慕的要死。不知道谁传出我这里求财很灵验，好多香客都来我庙里跪拜，让我赐他们万贯家财。赵财神都亲自登门，谢我给他放假。我做不到啊，他们拜错神了，我还是只会杀人。虽然我已经很久不杀了。石家来找我时，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神龛上，数着腰带上错落的珠子。这是季兰慈才为我换的新腰带，他最近生意有些起色，连香都叫人代烧了。猪，我见了你都想给你磕一个。我扶了扶衣袖，只听上面的宝石白玉响成一片。磕我没用，得磕我的财神爷才有用。石家傲娇的转身，他还欠我50座庙呢。在钱庄对账簿的季兰慈无端打了个喷嚏。天凉了，是时候给大人加一件披风了，就用金线吧。季兰慈说到做到，没过多久便开始为我修建庙宇，整整50座，每一座都建得华贵非常，金碧辉煌，比赵财神的神庙还要气派，把周围的神奇羡慕的眼红。不知道是谁传出了消息，说我这里求财格外灵验，一时间我的50座神庙前香客络绎不绝，男女老少都来跪拜，求我赐他们万贯家财。庙门口的香火堆得像小山，供果多得吃不完。我站在神龛上，看着乌泱泱的香客，手足无措。我根本不会招财，只会杀人啊！香客们对着我磕头，嘴里念着诸神保佑，让我发大财。我躲在神龛后，连头都不敢露。石家闻讯赶来，见我这副模样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却还是好心帮我敷衍香客。他站在神龛旁，装模作样的说：诸神说了，心诚则灵。结果嘴瓢说漏嘴，他其实只会……话没说完就被我捂住嘴。可香客们却信以为真，觉得是神谕隐晦，拜得更虔诚了。我只剩一脸无奈。我的神庙香火鼎盛，连赵财神都亲自登门了。他站在庙门口，看着络绎不绝的香客，再看看自己冷冷清清的神庙，满脸的委屈和不解，拉着我问：猪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把我的香客都抢来了？我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实在不忍心隐瞒，坦白道：我什么都没做，他们误把我当财神了。我其实只会杀人，根本不会招财。赵财神听完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嘴里反复念叨：只会杀人，香火比我还旺。就在这时，季兰慈来了。他刚打理完钱庄的生意，见我和赵财神站在一起，瞬间明白缘由，笑着走上前，对着香客们说：诸位香客，诸神求财，最忌贪妄，心诚者方能得诸神庇佑，若一心求不义之财，必遭天谴。香客们听完纷纷点头，更加追捧我。赵财神也恍然大悟，拉着我问：这话我能拿去用吗？我摆摆手，随他去。季兰慈的钱庄生意借着乱世后的东风越做越大，没多久便遍布大洲各地，
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周第一钱庄，他也成了大周最有钱的人，再也不是那个需要躲在冷宫的兰妃。他没有忘记承诺，不仅为我修了50座庙，还为每一座庙配了专人打理，日日供奉最优质的香烛和最新鲜的供果，甚至为我打造了一尊纯金的神像，比我原本的本体还要精致。各路神祇见我香火如此旺盛，纷纷来我的神庙拜访，想和我攀关系，沾点香火。有的送我神宝，有的请我吃仙宴，把石家嫉妒的不行，整日跟我抱怨。当初他说已给我修50座庙，现在连影子都没有。季兰慈看在眼里，笑着对石家说：姻缘神莫急，等我忙完这阵，便为你修庙，比诸神的还要气派。石家瞬间眉开眼笑，也不抱怨了，还主动帮我打理香客，成了我的庙管。秋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神庙的窗棂，洒在金闪闪的神龛上，香火袅袅，伴着香客的祈福声，格外温馨。我坐在纯金的神像上，手里把玩着季兰慈为我镶嵌的红宝石剑柄，看着底下络绎不绝的香客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笑意。季兰慈提着一个锦盒走来，里面是他为我做的金线披风，披在神像上，金辉闪闪，格外好看。他说：大人，天凉了，给你添件披风，以后再也不用受冻了。石家也拎着一大筐供果赶来，一边吃一边抱怨：香客太多，忙死我了，你得请我吃仙酒。我看着眼前的两人，一个是我唯一的信徒，也是我的人间靠山，一个是嘴硬心软的损友，陪着我走过最落魄的日子。我想起几百年的封神执念，想起那个破落的小庙，想起无人供奉的日子，突然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。封神榜的名号再响亮，也不如眼前的烟火气，不如信徒的真心，不如身边人的陪伴。真正的神，从不是靠封神榜的认可，而是被人需要，被人记挂，被人真心供奉。我低头看着季兰慈和石家，笑着说：走，请你们吃仙酒，顺便把石家的庙也建了。神庙外阳光正好，香火正浓，我的邪神在就业，终于活成了最幸福的模样。这世间最好的神位，不过如此。